好，观众朋友好，欢迎来到我们这个远方对话的第2集哈。那我是方伟，那坐在我旁边呢就是唐靖远，这个唐先生哈，靖远兄好。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个远方对话第2次，我们继续对话，接着上一次没有说完的。对啊，这个节目真的很悠远呢，远方对话哈，唐靖远跟方伟对话就这么简单啊。好吧，上次我们其实一个话题讲到一半没有讲完剩下的，所以不得不掐住，不然的话没完没了了哈。但没关系啊，我们还又跑回来嘛。所以今天呢，跟这个唐靖远先生再来探讨今天的这个叫做上次的话题的第2部分，就是说上次唐靖远先生讲了你对中南海和这个习近平权力之谜到底怎么回事，对不对？你说了你的分析，而且是从去年4月份一直拉到最近的哈。对，整个这个分析啊，我先不说我的观感哈，我先跟你提个问题。就是有不少观众朋友说啊，又来听床了啊，叫听床师哈，对这一类解读中共政局的都叫做听床师。那这个说起来确实是挺负面的。当然他也就说明什么，你们啥也不知道，就在那猜，这样猜有没有谱，有没有意义？我们先探讨这个事情好不好？说到这个听床师呢，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因为现在已经非常火了。你任何只要提到是对中共高层的这种政治的这种报道，或者是新闻，或者是内幕啥的，他一概给你就冠以说，你看这又是个听床师来了。这个在我看来，其实这个名称它应当是中共的大外宣，他们其实故意制造出来，就是对所有你揭露中共的它的这种内部信息、内部报道、政治的生态进行披露和报道的它的一种污名化的一种手段，就让大家一听这个听床师特别难听，就是产生一种反感，先把你说的话先跟你叫做打折扣掉一大截，对，就不相信嘛，就是让你产生这样一种感觉。但是事实我们都知道，你怎么来看待这个听床消息，对吧？这种说法的本身，首先第一个，中共自己我们都知道它是一个黑箱政治，是吧？它的真正的内幕，它内部运作情况，它从来不会是公开对外去宣布的。但是呢，中共内部正是因为我们都知道，中共是一个靠斗争而成长起来的，他这么一个政党掌握了政权的，所以他内部始终是有争斗的。他有争斗、有权斗的时候呢，他们就会往往他们自己都会通过一些这种渠道，把这些消息呢，通过叫做出口转内销。我们都知道这是中共非常常用的一种手段，是吧？出口到海外，通过海外的报道，这个媒体的一炒作，然后呢又重新输入到这个国内来，起到某些他们需要的那种政治的作用。也就是说，这个所谓的听床消息的最初的源头本身就是来自于中共自己一手制造的，就中共他们派系之间为了内斗的需要，他们有意的向外释放消息，但是呢，在这个过程之中，不可避免的产生了一些就是不真实的一些谣言。就是的确存在你说的这种现象，就有的人他就是凭着猜测或者一些捕风捉影的，因为或者他专门误导你，对不对？对，那你顺着他的走会不会走到坑里去吗？这是肯定是存在这种因素的。就是一个呢，我们知道他是有派系斗争，他为了达到他特定的政治目的，他会真真假假的给你释放一些消息，比如说他先给你释放一些真的消息，先建立起你的一些信誉啊，大家觉得这消息可能是真的，而且是被验证过1、2次以后，然后他再给你放假消息，OK， 那这样就可以达到他的目的，这是一种。另外一种呢，就是我们都知道在中共的官场上，甚至在普通老百姓的那个饭桌、饭局上，都会你经常几乎每天你都会听到大量的这种什么段子啦。一些宫廷秘闻呐，这些它也是真真假假的，你都搞不清楚。所以呢，这些消息有时候它可能会流传到海外来，所以呢，就会成为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因为反正它是一个中国这个黑箱政治，谁也不知道真假，那就把它当成一个段子来传，所以呢，就导致说很多消息它是真真假假的。我觉得这是第一大原因，就是造成很多人对这种所谓的听床消息就是观感不好啊，觉得听上去，你看，尤其是有些传的一些是什么某某领导人的艳闻啊，私生活如何，或者是这一类的，大家都觉得就当个故事听好了。但是呢，其实我们在就是观察中共的政治，或者说报道中共的一些政治新闻、官场新闻的时候呢，它存在的另外一种现象，就是我们根据中共官方他自己所报道出来很多的新闻，从这些官方新闻里面，你从它的措辞的变化，从它新闻里面背后隐藏的一些信息的挖掘和解读，你却可以发现很多中共内部真实的情况。
这个就跟那个刚才我们所说的那种就是完全是来无影去不踪的一些流言段子似的这种一些内幕的传闻就是不同的两回事儿。但是你从这些官方的这些语言、只言碎语等等之类的，你凭什么可以看出它背后的真相是什么呢？因为这个很简单，就是中共呢，我们都知道它是一个集权体制，集权体制就意味着中共是一个它的等级极其森严的这么一种体制，而且它是一种特权体制。这种特权它不仅是表现在它在物质方面的一些享受，是吧？它可以享受什么待遇啦，什么这个特供啦等等，这只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这个特权重大的特权就是信息特权。这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中共的领导人他一出来，或者是官方的新闻，谁谁谁走第一位，谁谁的名字排第一位，谁排第二位，这个给谁的报道的文字的这数量究竟是多还是少，他出现曝光的频率有多少，他在视频上出现的特写的这个持续的时间有几秒钟，这些信息都是非常严格的规定了，给予你不同官员的特权。那么你从这些信息的变化，你就可以察觉到，就可以挖掘出这个官员、这个政治人物他在党内的地位，在官场上的地位的真实的一种展现。我给你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举过很多次这个例子，这也是非常有名的一个例子，就是这个中共第一任建政以后的第一任中宣部长叫做陆定一，他的妻子，他太太叫做严卫兵的，因为当时不是就是这个党内搞斗争嘛，文革里面把这个严卫兵也关进了这个秦城监狱。你想关在秦城监狱，他能看的什么呢？什么都不能看，唯一能看的就是人民日报，因为那个是党报。他就是从人民日报每天看，他就开始发现说对林彪的报道的那个用词开始发生变化了。后来是连林彪这个位置，就是报道他的次数了等等，因为他就是中宣部，她丈夫就是这个中宣部的，他对这些规定非常清楚。所以他就是从那些微妙的变化之中，他就得出一个结论：林彪已经出大事了。然后他还在那个监狱里面去说林彪已经出事了，怎么地。然后那个监狱里面就很紧张，就成立了一个专案组，把他抓过来说：你凭什么说这个林彪出了事儿了？你是不是跟外边有这个沟通是吧？外边有给你传递这些就是机密信息啥的？他说我什么都没有，我就是看你们人民日报上面怎么写的，他就把这个道理1、2、3讲出来。那专案组呢也都服气，专案组的确也抓不到其他证据。结果2个月以后，果然林彪就宣布正式真的是就出事了。所以就是说，中共有它的做一个，如果把它叫做一个黑帮的话，它有它的帮规。对，这帮规是内在存在的。对，懂帮规的就能从这个表现上读出他现在的这个，就是从帮规倒推出他的座次、政治生态的变化，对人地位的变化，对不对？就是他这种帮规，他会通过我说的叫做信息特权的这种方式，会公诸于众。当然这种它不是100%的准确，因为有时候他会故意的迷惑你。对，这是我下个问题啊。对，因为现在海外已经炒成这个样子了，他反向治你，他就有意的把他的座次去改变一下，把你弄晕，就有没有这个可能性呢？当然是有啊，就像我们很简单的例子，就是那个像当年华国锋不就是这样？华国锋其实在11届3中全会的时候，那个邓小平确立了邓小平的领导地位，开始搞这个经济改革开放了，是吧？其实就意味着华国锋已经是他的实际的权利已经被邓小平所剥夺掉了，他那个2个凡是已经被否定掉了，但是从到那个时候开始起，一直到最后华国锋被正式的宣布辞职，经历了差不多接近3年时间。所以在这整个3年期间呢，你就看到华国锋他的名字依然出现在第一个，他依然是国家最高的领导人，他甚至还去出来这个会见外宾啦、开会啦、发表讲话，一切表面上看去都是正常的。但是呢，他为什么这么做？今天回头看的话。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刚刚才经历了文革这么一个巨大的动荡，党内的文革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就是党内残酷的权力斗争所造成的。所以在那个时候呢，邓小平他夺了权以后呢，他们党内其实是开了一个会的，就大家来讨论究竟是不是要明确的以夺权的方式把华国锋把它给搞下去，要把它批倒批臭，就像当初这个文革这么干，文革里面都是这样干的吧？你要是一旦夺了权，你占了上风了，就要把对方马上发起一场这个批斗，把它批倒批臭。但是呢，后来党内很多人都反对，说文革刚刚才就元气还没有恢复，你又来一场批倒批臭，弄不好这个事儿可能就会搞得失控，是吧？所以呢，他们最后采取另一种办法，就是说叫做寂静，这是后来就被把它称为叫做寂静政变。
就是一切都在悄无声息之中慢慢的过渡，慢慢过渡，最后让他最后华国锋是以什么？是以他的这个健康原因，身体不行了，自己主动提出辞职，这种和平的方式让他自动的这个比较体面的下台。这个是中共党内斗争历史上的第一次。在过去啊，党内的斗争，你看中共从他还没有建政之前，他就有过多次的党内斗争，争夺权力，都是非常残酷血腥的方式来完成这个权力的交替的。唯独就是华国锋是第一例，算得上是和平的移交。所以这种模式有了先例之后，在后面你就会看到，比如说现在的习近平，其实也是这样一种模式。对，你看啊，现在你上次说的这套东西哈，我听起来逻辑是可以自洽的。但是总有人提问题，就是说你看到没有，还是他已经持续1-2年了。所以双方吵架，其实对不对？自媒体中，我们这个很熟的互相这个好朋友之间都看法不一样，对不对？那他跟你不同的看法，就是很明显。你不管你说什么，这个人就是第一名啊！人家要政变，人家把权力拿掉，哪能拖10天、拖半个月都危险，哪能拖1年、拖16个月？怎么可能呢？你怎么看？这个是2个概念，在我看来，就是这种观点呢，可能是混淆了一个概念。就是夺取权力，它一定是在一个极短的时间之内发生的。它不可能说，比如说你有100%的权利，我今天拿5%，明天拿10%，后天再拿20%，那它肯定不会是这样一种过程。我肯定是基本上我在一瞬间，可能就那1-2天之内，我可能就把你90%的权利，我可能全部都拿过来了。你基本上就变成是被架空的一种状态。这个一定是短时间之内发生的，这是一种突变。但是呢，我拿过来以后，如果我出于某种特殊的政治需要，比如说像我刚才举华国锋这种例子，我可以不对外宣布，我可以用刺刀架着你，你还得出于我的需要，你必须陪我再继续演戏，我需要有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慢慢的过渡，我要把我拿权力夺过来以后，我要准备好我的很多后续的一些事儿，是吧？我这个准备的过程可能是需要相当长的时间。那对方为什么愿意陪你演戏？他干嘛不摔盘子？那就看你的，很简单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软肋。我如果抓住你的软肋，你就不得不得听我的。是任何人都是有软肋的，包括党魁，哪怕是党魁，他有他的软肋，对吧？就是威压住他，不敢翻盘，不敢去掀桌子，不敢砸盘子。对啊，你要是敢砸盘子，你可能一句话你还没来得及砸盘子，你一句话还没说得出来，可能就已经把你给摁住了。那你可能包括你的家人，大家知道那个文革里面那种党内斗争有多残酷，是吧？你看你的家人，大家看看刘源当初那个遭遇，那9岁的小妹妹那个从嘴里都给她塞那个鞭炮，就她嘴里点燃，是那样的一种虐待，那样的一种遭遇，你的全家会遭遇着什么样的那个后果？那对很多人来说，哪怕是他是党魁，他手里有权力的时候他是党魁，一旦他的权力被剥夺掉以后，他就是一个匹夫。一个匹夫他照样有他的弱点，有他的就是他不可承受之重，是吧？在这种一旦权力全都掌握到了对手的手上，对手掌握的强大的暴力工具来对你整个家族来施加那种灭顶之灾的压力的时候，你能承受吗？你承受不了，你就只能乖乖的去配合。反正我觉得咱们开头啊谈的这个话题呢，就是讲这个听床这件事情啊，我一定要讲这个话题啊，跟这个靖远兄来谈这个话题，因为中共我说是我的看法哈，它是一个黑箱运作，它是个黑箱，对不对？你既然黑箱，你什么都不说，你就不可能挡住别人猜，我觉得是个正常的，猜不是听床，不是贬义啊。你怎么能不猜呢？就让他黑下去啊，他解释一切吗？所以我觉得，首先猜是正常的，其次猜水平有高下，那自然有人猜的比较准，那有的人猜的不准。在西方也有这个词叫做 read the tea leaf， 你知道吧？这个茶叶干了之后啊，看下面的茶叶，就会看出来这个未来怎么样。就西方有类似的这个词啊，这个意思啊，叫读茶人，在中国叫听床师。但我觉得听床师这个词真的很可恶啊，但是好像中宣部很厉害，已经把它搞成一个大家都接受的这个词了，大家都很厌恶，找到了应该把它变成一个叫做读茶人哈。对，就是 read the tea leaf， 这种人是很有能力的人，很有远见的或者很有洞见的人。所以呢，我觉得，当然今天我请来的人谈，我觉得我不是请这么随便瞎扯的人来谈哈，对，所以呢，我们讲的呢就是我们看一看，我们待会儿来，我今天全部讲完之后，我再来做个民调，大家觉得啊，靖远兄对中共这个看法，你的认同度到底有多少？但是我觉得我们猜不仅是合理，而且有必要。至于说水准怎么样，那我们就走走看呗。对，而且你得要有事实的依据吧，对吧？就是我们哪怕是有一些东西是必须得靠猜的，得靠推断，
你用什么来推断？因为任何事情的发展，它都有它的因果联系，有它的逻辑，内在逻辑在里面。你如果说我们能够按照一定合情合理的逻辑去做出一些推断，那么我觉得这个完全是正常的一种状态。对，一个事物它总是有它内在的规律，对，有它露出峥嵘的那个机会，它不可能完全藏住，对不对？对。那有水平的人抓住了，猜到了，那就是某种预见性。就跟那个督察是一样，就像我跟你提到，就是上一次的节目之后，我们就是谈到一个问题，就是我说中共的政治生态呢，你会发现它其实现在是分为明暗两条线的。OK， 啊，明线呢是它的语言为主，习近平出来讲了什么话，张又侠出来讲了什么话，包括王沪宁是吧，到西藏去庆祝大会发表一个公开的讲话，这个讲话里面提到谁，这个习近平什么核心，然后大家一看，哇，你看这不是习近平依然是核心吗？这只是他的明线。只是他的语言，他想要展示给你看的。但是就像刚才你说到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如果习近平真的他的权力失去了，他们后习近平时代，他一定要有一个权力的移交，他一定要准备接班人，他必须要做很多实际的动作，这些动作他是掩盖不了的，他必须要做的。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说，这条暗线就是看上去有点不显山不漏水，但是他却不得不做。有一些这种工作，比如说就是我们解读看到的说张又侠和习近平之间关系的破裂，是吧？还有胡春华在近期突然一下变得越来越高调的在频频的出镜，而且是出现在一些非常重大的场合，原本不该让他出现的这种场合，他频频的在开始出现。那么这些就是实际的行动，实际的行为。好，我们一点点来说哈。胡春华最近有什么表现？有什么出现的场合的特别性？我3个方面，我经常总结1、2、3，就是我经常总结1、2、3，逻辑条理非常清楚啊。首先第一个，从这个去年底到今年初开始起，胡春华原本都是被敲冰的，基本是。对，我插一句哈，那个叫做胡锦涛被嫁出去那个时候，那个胡春华坐在边上啊，对，哇，这个眼睛左右都不敢看呐，对，就一个小媳妇儿的那种状态。不是，你会最老实的那个胡春华。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个背景，就是刚才你说的，胡春华对习近平来说，他是双重的顾忌。第一重顾忌他是废太子。他对习近平的对他是原来是储君，但是被习近平废掉了。废太子历来都是当朝皇帝的是最忌讳、最防备、最戒备的人。因为他是有继承地位的合法性在里面，他所以有可能会翻盘的。说白了就是这个是第一大因素。第二大因素就刚才你提的这个。胡锦涛当年在20大上被公开嫁出去，大家看到吗？那个镜头，所有人都是就是目不斜视，都被吓住的时候，唯独有一个就是胡春华，他是双手抱胸，满脸怒气，他的愤怒是一点都不掩饰的。OK，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我们可以说胡春华他是习近平的敌人、仇人，因为胡春华能够成为储君是胡锦涛一手指定的，隔代指定的。胡锦涛是他的政治恩人，是他政治上的再生父母，是这个概念。你当着这么全世界的面，是吧？你居然这么侮辱他，把他给公开，把他给嫁出去，欺负他年老体弱了，不行了，没权利了，你这么欺负他，胡春华心里是什么样的感受？你是完全可以想象的。所以我说胡春华那种满脸怒气，那个你现在去看那个镜头，全世界都看见了，是一点是不掩饰的。我当时注意到，就是他没左也没右，就不好奇的那种状态。他就是这么双手抱胸、满脸怒气的看着正视着前方。所以从这个角度讲，习近平对他应当是双重防备的。好，这样吧，我们把这个胡春华这个事情当个悬念放一下哈，因为我跟靳远兄这个曾经探讨过这个事情，他给我讲到说，在他观察看来，中共政坛的可能形成的一个3股势力，我们要把那个先讲一讲，再来讲这胡春华。你觉得有什么3股势力，跟我们说说看？其实这个严格说，我觉得应该是有4股势力，但是这个事情在演变之中。OK， 好，很多事情在变，因为就合纵连横啊。且看且说嘛。最初我的观察，中共就是在习近平他的权力被剥夺以后呢，其实有差不多是4派。第一派就是胡锦涛，包括到胡春华这一派。这个是叫我们就是前朝元老、前朝皇帝、前朝元老，对，团派这个为主的，因为他们呢希望让胡春华来就是继任，这个是因为就刚说了，胡春华是废太子嘛，再加上现在一翻盘过来是团派现在是占上风，这个是一大派。第二大派呢就是就是温家宝、李瑞环还有和汪洋。
他们为一派的。这一派他们其实和胡锦涛他们应当是非常接近的，他们关系非常亲近，因为温家宝自己包括汪洋也都被视为是团派嘛，曾经被视为团派。但是呢，他们这一派和胡锦涛有一个重大的分歧是啥呢？胡锦涛是比较倾向于想要维持现状，不搞政改，就是一个意思。他们的核心的差别就在政改上，而汪洋、温家宝也好，他们是比较贴。温家宝大家谁知道，他公开喊政改，他在任的时候就反复喊，是吧？他是想要搞政改的，但是呢，总体上他们在总体的方向上是倾向于说，习近平必须要全退。这是第二大派，这两股力量，对，也就是说，不管怎么地，习近平必须要全退，无论是汪洋来搞政改，还是胡春华上来维持现状，但是至少习近平要全退，这个是他们的共同点。第三派呢，当然就是习近平本人，再加上一部分的元老是曾经是比较支持他，比如说就是江派的那些，像什么曾庆红啦、什么张德江这帮人支持他是什么原因呢？最大的原因是什么？就是他们想要保党，而且是保的是习近平这种模式的，就是红色江山永远不能变色，一定要确保红色权贵特权永远不能动，的这种保党这种模式。所以我把它叫做红毛派，就是这叫做权贵通杀一切、通吃一切的这种保党的模式。这是第三派。第四派严格意义上讲呢，他们并不想争夺政权，但是这一派呢，它却是在整个政局的博弈之中是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就是军方，就是张幼霞和刘源。为代表的张幼霞和刘源，我觉得他们并没有这种个人野心，说他想要来当个总书记或者当啥。张幼霞他知道自己不可能去当那个总书记。但是因为他掌握着枪杆子，所以呢，他在整个这个博弈里面，他支持谁的分量就说白了谁就能上位，对，基本上枪杆子里出政权嘛。对，所以呢，就变成这么四股力量。但这四股力量，刘源跟张幼霞什么关系？或者他在军方，他不是已经退了吗？对，他有很多威望是吗？对。OK， 他们俩最大的关系呢，这刘少奇的公子嘛，是吧？对，刘源曾经在军队里面威望是相当高的。他在军队的时候，他的威望那个时候是超过张幼霞的。是吗？是吧？他原来退的是什么总政？刘源当时他退的时候是总政，就是总后勤部，那个时候还是四总部嘛，他是总后勤部的政委。刘源的威望高呢，是几大因素，因为第一他是红二代，而且他是比习近平还要来的正宗的红二代，因为他是刘少奇的儿子，是吧？第二呢，他在这个已经做到了总后的政委这个级别，就是距离进入军委就是一步之遥，就是再升一级他就该进军委了，就进入中共军队的核心圈了。那么第三个呢，大家就知道刘源当时他不是反腐，他把那个古俊山把他给搞下去了，是吧？他是反腐的头马。这是反腐第一枪，那个时候习近平还没上台哦，是在2012年，就是还在胡锦涛在任的最后一年，他干了这件事儿，所以他的反腐比习近平还要来得早，所以正是因为这样，所以大家就觉得说刘源个人威望也比较高，又有这个红二代的身份，而且又有能力，他反腐搞那个古俊山，其实还是承担相当大风险，他自己遭遇4次暗杀的，所以呢，算是有功之人。那大家就觉得说他应当是要进肯定是要进军委的，结果没想到习近平一上来把他给废掉了。为啥？就是因为他对习近平构成严重的威胁，功高震主。对，一个是功高震主，第二个就是还加上他有这个红二代的身份，是吧？你习近平，你爹只是一个副总理，当初习仲勋只是一个副总理，你都可以做总书记。那刘源他爹当初是国家主席，他更有资格做这个总书记，就是这个意思。习近平感到巨大的威胁，所以他还没到退役的年龄，直接就逼着他马上退役。他直接从军队里面踢出去，然后到了人大去当个什么这个主任，当一个什么副主任是吧？一个财经委员会的一个副主任，就是养老去了，就敲兵了，就彻底是这么一个关系。所以呢，张幼霞和刘源本来他们过去并没有太多的交集。他们为什么在习近平权力出事儿的时候一下子就是联系在了一起呢？就是因为大家都反习。因为习近平把他们两人都是视为自己莫大的威胁，尤其是张幼霞。张幼霞和习近平的关系就是最后的破裂的导火索，就是习近平想要对他，也是认为他有点功高震主，想要了尽弓藏，兔死狗烹。然后再加上彭丽媛去军中执掌了这个人事大权，跟张幼霞发生了直接的一个矛盾冲突，这是导火索，所以导致他们两个人一下子关系走向了反面。
所以他们俩是出于大家都想要反习，再加上出现了那个天赐良机，我说习近平一下子脑子出问题，他中风一跟头栽下去了。在这种时候，是吧？张又侠迅速通过刘源，张又侠是怎么能够联络上元老的？联络上这个像温家宝啊，包括这个胡锦涛的那些人，就是这个也是就是。这是你的推断还是有证据？这是有来源的消息。OK， 不是我的推断，是有来源的消息，它是没法公开的。但是呢，就是张又侠就是通过刘源去联系到了这些元老，前朝等于是两轮前朝，前朝跟前朝，对，迅速联系上以后，双方迅速的结成了一个盟友关系，然后才能够在极短时间之内一下接管了习近平的权力，它是这么一个关系。好，那现在如果这样的话，现在往前走，好，习近平既然被人家拿掉，让他再回去，他肯定大开杀戒，这血流成河，也不可能让他再回去了。对，那你刚才又说，这个张又侠或者刘源并对大卫并没有直接的兴趣。对，那剩下是不是那就是刚才说的倾向于改革派和倾向于维持现状派，或者也维持本党派的团委书记，这个叫做什么来着？这个胡锦涛这一脉？对，我觉得其实，站在张又侠和刘源他们的角度啊。他们最大的诉求是啥呢？甭管是谁上台来接替习近平，甭管是胡春华还是什么汪洋，他们本身并没有太明显的倾向，他们只有一个诉求，就是习近平以及习近平的代理人不能接班。就是否则其他是谁不重要，没有你很重要。就是这个我办了你，你在东山再起，对，我就死无葬身之地。对，就是这么一个概念。所以呢，我觉得其实张又侠他们态度应当非常清楚。这也是为什么我一开始我就判断这件事儿。刚开始不是你看有很多传闻嘛，说可能会是丁薛祥来接这个总书记，什么陈吉宁接总书记，包括甚至有传是李强来接总书记。我说根本不可能，为啥？因为他们都是习派的人马。站在张又侠和刘源的位置，根本不可能信得过他们。你今天让你丁薛祥或者是让你李强上来接了总书记，下一把习近平可能在你背后，他就可能会卷土重来。那我们这些人可都是造了你的反的，那绝对是死无葬身之地的。他不可能的，他为了自保，他绝对不可能允许让这些人上来。我这与其如此，我不趁着现在我手里还有枪杆子的时候，我就先把你们给干下去。他一定是这样一种逻辑。OK， 那如果往下走哈，就剩下另外两派，一个是叫做什么改革派，一个是团派。这两者之间，一个领军人物就是汪洋，一个领军人物就是胡春华，对不对？对。那这两个人现在什么情形？我觉得至少这个是我的观察，从现在中共官方释放出来的消息看，明显胡春华是领先了，明显的是领先了。怎么讲？为啥呢？就是最主要的就是第一，这次西藏这个庆祝大会是吧？我在我的节目上其实已经有提到了。胡春华这次去西藏本身就是反常的，按照道理无论如何轮不到他去。为什么？因为上一次，就是上2次，今年是60周年西藏，前边10年是50周年大庆，再往前是40周年的大庆。那个时候的政协副主席去出席这个大会的都是排名第1的副主席，2次都是。OK， 但是唯独这一次就变了，这次变成胡春华他是排名第2的政协副主席。那第1是谁？排名第1的是石泰峰，石泰峰这次就没有去，相当于石泰峰让给胡春华，让他去了。这我就说了，胡春华出现在西藏本身就是不正常的，这是第一。第二，他去了西藏以后，大家可能都看到了，胡春华这是官媒自己报道出来的，胡春华居然去视察那个雅江电站，雅江电站是中共现在绝对的头号工程，比当年的三峡超过当年三峡3倍，是这样一种概念，绝对的头号工程，也就是说。在中共的政治生态之中有一个常识，这种超级重大的工程，谁去视察，就意味着谁在党内的政治地位是举足轻重的，就这个含义。绝对不会随随便便安排一个已经靠了边的2线的退休的官员让你去视察这种工程，轮不到你的。因为谁去视察，就意味着他在党内的地位和话语权是一种无言的宣誓，是代表这种。我们再插一句，这一次雅江电站，习近平自己去没去？他没去啊，他没去啊。结果胡春华去了，对，而且就胡春华去了，对 ，OK。而且他这个就非常的奇怪，这是非常的反常。为啥呢？按照道理说，你说现在雅江电站这么重大的工程，是习近平亲自一手拍板、一手推动的，对吧？他启动的。习近平。4年前，2021年，习近平去了西藏，当时是去这个西藏去视察，习近平就有亲自去看的。OK，
对吧？是习近平亲自去的。那么这次你按照比照这个规格，这次不至少应当是个常委去嘛？习近平是常委啊，是总书记啊。你这次哪怕习近平因为他虽然去了西藏，习近平可能你可以理解为说他身体不好或者什么其他原因，或者他不想自己去了，他就离开了。然后他至少应当委托一个常委，跟他级别一样的正国级去视察，才能匹配得上。那常委是谁？唯一只有一个，就是王沪宁啊，他是常委。而且王沪宁是政协的主席。他是胡春华的顶头上司，按照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应当是王沪宁去视察才合适。就是2级上司都没去，对，这个王沪宁没去，让胡春华去了，这是第一个反常。第二个反常，这个雅江电站这个工程，他直接在国务院的分管的领导是谁呢？就是副总理张国清。张国清是直接分管的，因为雅江电站那个集团成立大会揭牌，就是张国清去出席那个揭牌大会，去这个出席这个会议，就是他分管的，就是他分管的，他才会去出席。但是你就会发现极其的反常，啥呢？张国清也去了西藏的，但是他却没有去视察那个雅江电站，这是他分管的，他负责的，他不去。然后呢，却偏偏就安排让胡春华去，这是第一大证据。第二大证据就是今天刚刚才发生的。发生什么？今天就是今天不是这个报道一条这个新闻，胡春华出席了叫做中国东北亚博览会，在长春开的。OK， 这个博览会呢，每2年举行一次，已经举行很多次了。在过去习近平上任以后，从来都是副总理，就是负责经济经贸这方面的副总理去出席这个会议。比如说在习近平第一任期是汪洋，后来胡春华不是一度在习近平的第一任也当过这个一届这个副总理嘛，对吧？他也曾经去出席过。这是胡春华，今天他是第2次去了，但是上次去的时候他是以副总理的身份，然后到后来就是胡春华去了那次以后，这个博览会一下就被升格了，就变成是杨洁篪，杨洁篪是外事办的主任，这个级别其实比那个副总理是要高这么半级的，实际上是杨洁篪去，再后来在胡春华的上一次是全国人大的这个副委员长。郝明金，他这个级别也是相当高的，因为郝明金同时也是民建的主席，他是同时民建，就是民主建国会，就是他这是一个8个不是民主党派，花瓶党党魁，但是他是民建的主席哦，是正牌民建的总书记，他是这样一个身份去视察，就是无论如何从哪个角度上看，他的身份比你普通的一个分管经济的副总理是要高那么一点的。但是这次却安排是让胡春华去，你会发现又出现了个奇怪现象，又来了。胡春华只是一个政协排名第2的退居2线的一个副主席，他为什么会安排他去？而且他去了之后呢，当地的媒体报道出来一个非常惊人的信息，就是在这个博览会上，凡是出席的中央来的最高的官员，甭管是谁啊，甭管你是汪洋来了还是这个杨洁篪来了。在出席开幕式发表讲话之前，按照例行，他要走一个程序，就是要到这个展馆博览会嘛，他在展馆里面去走一走，所谓的巡馆，要巡视一下。然后他去巡视巡看的时候呢，需要有当地的官员陪同。在过去的标准，当地一般就是吉林省的省委书记再加省长这2个人陪同就足够了，就足够了。这是过去历届都是这样的。但是今天就非常的奇怪，这叫做超格史无前例，是吉林省的4大班子，就是党委书记、省长是属于代表政府系统，人大主任以及政协主席4大班子的一把手全部陪同胡春华一个人去巡视。你觉得这有异常？对，这在中共党内我就把它叫做史无前例的，这是史无前例。是吗？从来没有过。因为我听起来一个东南亚的一个破博览会有那么大不了的事儿吗？我说他的帮规，他的这个，现在你在讲帮规，对不对？对，中共的帮规，对，这帮规有那么严谨吗？这个帮规当然非常严格。我说的意思就是，胡春华他今天去视察的享受的这种待遇，是只有总书记到了地方才可以享受的待遇。这地方在过去就是地方4大班子的一把手全部出来陪同你去视察，这在过去无论哪个地方都是只有总书记到了才会享有。皇上驾临3拜9叩是吧？才能享受这种规格。对，就这个意思。其他普通的副国级，哪怕是其他普通的正国级的官员，一般去了，一般就是前2个，就是一把手和2把手是吧？就是省委书记和省长，陪同就足够了。这是制度规定。对吧？就是它是这么一个情况。那我问个
这个叫做很笨的问题哈。如果这样的话，那这一把手这帮人他们全部都读出来了，本党规变了。这个新来的这个人很可能是下届的这个皇帝哎，对，那他不怕释放这个东西出去吗？对，那你想，他们都安排胡春华直接去视察那个雅江电站，在党内谁看不懂啊？党内的官员，所以你认为他有意放信号出去，让大家看清楚？我倒觉得说胡春华去那儿去视察，很多人在干嘛去视察？他干嘛去视察？这个就是我说奇怪的事儿啊。原本跟他是没有半毛钱关系的，在此之前去出席这个博览会的，都是得跟他的业务啊是有关系的。比如说我们说杨洁篪他是外事办的主任，他为什么他去出席这个博览会？因为这个跟外交有关，跟“一带一路”这个博览会是“一带一路”的一个重点工程，它跟“一带一路”是密切相关的，“一带一路”肯定跟它外交是直接相关的，它是这么一个关系。跟政协，你觉得这没有直接关系？跟你胡春华一个政协的排名第2的副主席，跟你就没半毛钱关系的。为啥去派你去呢？这本身就是反常的，反常的背后我们说的，它一定有它合理的政治的逻辑，它不会莫名其妙的出现这种事儿，哪怕你这种事儿出现一次，你会觉得说那可能是不是谁这个搞错了？刚才我们说了，他去西藏是吧？这种反常，现在他又去了长春，去出席这个博览会，又是反常。他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你觉得他还是反常吗？他就不叫反常了，他背后一定有正常的逻辑。这个正常的逻辑很简单，就是胡春华他就是在党内的地位已经非同一般了。对，金远兄，你这有一个前提哈，就是说中共内部的这些动作，一定是严守帮规的。对，不会有随机性的噼里啪啦随便你就去吧，他就去了，有可能这样吗？他有可能出现相反的情况，什么呢？就是你已经没有权利了，我可能出于某种需要，我需要你配合我演戏，假装你还有权利这也是常事儿，经常有可能为了维稳，为啥？就是为了维稳不要对外就是过早的泄露了，把这些督察人这个听传事都弄晕掉。对，但是反过来，如果说你是一个没有权利的人，然后我频频的去释放信息，说你已经是吧大权在握了，我要把你给抬上去 ，no， 不会有这种事。而且这个人正好是个王储，对，旧王储，而且这个人还是个极其敏感的人，政治上极其敏感。我们说了，当初胡锦涛从这个20大会场被架出去的时候，胡锦涛和胡春华是一种什么样的概念？你知道是什么概念吗？是被所有官场的人都视为洪水猛兽，谁都不敢沾一点碰一点的。因为谁都看清楚了，习近平对他们就是那是恨之入骨吧？真的很出奇啊！他当众把他嫁出去，竟然全世界谁都看呆掉啊！因为谁敢去在那个时候？我就举个很简单的例子，谁敢在那个时候你表现说我到胡春华家里去跟他这个过年过节慰问一下，说话。这叫做犯大忌的，不会有谁会蠢到这种程度，是吧？在这种一看明摆着他们俩这二胡就是习近平最忌讳的人，谁都不会去跟他拉扯上半点关系。但是你会看到现在突然怎么反过来了？大家争着去跟他攀上关系，这个祸水到处流。对啊，显然大概就不是祸水了。所以这个本身就是不正常的，是严重的不正常，对吧？好啊，大家觉得怎么样？我们在这读茶叫做 tea， 叫做什么 tea leaf reading 哈，我还想再补充一点啊，刚才说到你说除了胡春华这个，还有这个张又侠，因为昨天我们没来得及说，很多人看到昨天那条新闻说张又侠出来主持了这个什么就是叫做学术研讨会啊，就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学术研讨会，很长很拗口。我们说这个学术研讨会吧，对啊。为什么是张又侠出来主持？很多人觉得他出来不是还表忠嘛？习近平核心，然后我们要真学真想，怎么地。很多人觉得说，你看这不是就是说明张又侠对习近平表忠了，说明他是习近平听习近平指挥的，说明军权是掌握在习近平手里。大家很多人可能就说得出这么一个结论。我说其实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你究竟相信张又侠的语言呢，你还是相信他的行动？那他最近有什么行动？张又侠的语言我们看到了啊，这是官方媒体公开报道出来了。是他的行动是啥呢？我就问一个问题：你在最近1年之中，我们还不说是这个半年，从去年3中全会7月份以后到现在，你有看到过张又侠和习近平同时公开出现，两个人肩并肩同时出现在一个框里吗？没有吗？保证是没有的，不信你可以去查。为什么？就两人不对付。对，他就是
说明张又侠和习近平他在极力的避免和他同框，尤其是在今年3月份这个两会的时候，我们那就说了是吧？这个视频现在流传非常广嘛。张又侠屁股对着习近平，所有人都面对着习近平的时候，他就是不以为然。然后包括在今年3月份以后呢，习近平3次到地方去视察驻军，张又侠都拒绝陪同。他说明一个问题，这才是身体才是诚实的。OK， 你嘴上的语言那个有可能是一种这个忽悠，是为了某种需要来这个就是做一种掩饰，对吧？做一种维稳，但是呢，他的身体才是诚实的，这是第一。第二个，这个学术研讨会10年之前不是有一个习近平也搞了阅兵嘛，也开了这个70周年的研讨会，那个研讨会是由当时说我叫做就是由这个社科院和中共党史研究室等等这些机构，它全部是中宣部下属的这种负责意识形态啊、负责历史啊、负责搞什么思想工作这些方面的，是这些机构所开的，你不觉得奇怪吗？为什么这次是变成是军队来开？这次叫做全军纪念反法西斯战争80周年学术研讨会。那会不会因为到80周年了，很特别啊？提高规格？那你觉得80周年和这70周年有啥区别？在我看来，你要注意到一个重大的区别，就是这次是军队来开。按照正常情况，我们就用常识和逻辑，这种会议它的确应当是有什么社科院啦，因为它是属于对。你看，我看这个标题，我先看标题：全军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记忆。哒。你全军纪念中国人民干嘛？对，还扯不太上哈。就是这是军队来开，反正就是直接的结论就是这是军队来开这研讨会。为什么？那些机构，刚才我们说的什么社科院啦，什么这个党史研究室全都靠边站了，消失了。10年前可是他们来唱主角的，这次他们连配角都没有唱，直接就消失了。你看这个报道里面一个字有提到什么社科院某个专家来发言，或者是这个党史研究室某个专家来发言吗 ？No， 没有，全都没有。那为什么？它这说明一个问题，就是有意让张又侠来。我们用最直接的一个结论来说，就是原本应当是由中宣部的这个院那个院他们干的活儿，现在被军方接管了，军方来干了。你觉得这意味着什么？有军权在扩张。对，而且这么重要的会议，我们说了，你刚才练了这个标题，就是全军怎么这个80周年是吧？对，这种会议是中共建政以来第一次，是首开记录的，史无前例的，这是第一次。按照正常的逻辑，第一次这么高规格的这么重大的会议，而且习近平你本人9月3号马上要阅兵，你还是军委主席，应该是你习近平来出席这个会议才是合适的。现在却出来是张又侠，习近平 OK 就不见人影，是张又侠出来主持，并且张又侠来发表讲话，他不但是主持，而且是他发表讲话。也就是说，张又侠干了原本应该是由习近平干的活儿，这就是2个代替了。军队干了原本是应当由中宣部干的活儿，现在是张又侠干了原本是应当由习近平干的活儿。虽然张又侠嘴上来说，你看我们还是把习近平捧着啊，你看习近平他还是核心，我们要怎么地。你觉得我们就说了，中共这种两面人啊，他打左灯向右转，他的语言和他的身体究竟哪个是最诚实的？一明一暗2条线，究竟哪条线才是它的本质，哪条线是它的表面？这个是最关键的问题。好。大家觉得怎么样？觉得这个靖远兄他的分析如何哈？这一明一暗哈2条线，你觉得靖远兄讲的有道理，或者你觉得没道理哈？我们都做个民调好不好？我们请着我们的导播哈送个民调上来，你就写个有道理跟没道理这2个就可以了哈。因为现在不是直播，没办法投票。总而言之吧，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哈。为什么我们花这么多时间呢？我就来谈这个话题啊，因为确实，因为中共或者中国未来的走向非常重要，对，影响到我们每个人，无论你是经商，你是生活，甚至你安身保命都有关联的。所以呢，中共在那玩黑箱作业哈，不能让他就随便去玩，最后玩天下容易长谷之中。我觉得我们要把它读出来啊，对，所以有明眼人自然能读得出来。那你觉得这个我们是不是明眼人哈？那大家自己去判断。所以我把它叫读察人哈，读察人不叫听老师 ，tea leaf reading person， 好吧？还是关于这个话题，还有什么别的要说？我其他暂时就没有了。就是说，对于这个，我就简单补充一点嘛。我觉得对于习近平究竟有没有失去权力呢？我个人看法啊，我觉得应当会在不久的将来，应当会有一个比较明确的
结论吧。所以大家你为什么这么说啊？我插一句哈，我确实也跟别的自媒体朋友有谈，我听到这个观点哈，说政变很快就结束，哪能拖那么久？我确实同意，因为中共它有一个共识哈，就是说这个党这个船沉了的话，大家全完蛋。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互相妥协。你说我在你的刺刀逼下，我陪你演戏，或者我拿着刺刀逼你，也不把这个最后挑穿，那么演个2年3年，我是完全相信的。因为他们想就是整个船沉了就全完了。对，所以这件事情什么都说明不了，就是说表面上是怎么回事，什么都说明不了。对，啊，是这么个情况。所以呢，为什么插这个话我有点忘了，你继续吧。我懂你的意思。我想说明一个概念，就是习近平失去权力和当局公开宣布他失去权力，这是截然不同的2个概念。他失去权力，的确，我刚才说了，他只会是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发生，就是一瞬间、一夜间就有可能就发生，是吧？这个没问题。但是呢，你要让他一步一步走到正式对外宣布习近平辞职、习近平下台，然后换了新的人上来，这个就完全可以说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就像我说了，中共他为了不让这艘船沉漏，他怕突然我在夺权的同时，马上就给你宣布出来，可能会引发一场巨大的政治风暴，甚至有可能引发动乱的，是吧？我们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说你在那个时候突然宣布习近平，我们把他给拿下了，就是以政变的方式，是吧？直接宣布习近平这个变成了这个卖国贼，或者是习近平变成了反党，是吧？我把他批倒批臭。所有习近平的党羽，他的习家军，所有人他们会立即起来作乱，因为他们知道我肯定是不可能幸免的。我与其束手待毙，我不如现在拼死一搏，奋起一搏，也许我还有一线生机。所以它会带来巨大的你无法预知的政治后果。所以他现在为什么要把它拉得这么长，一步一步的来处理？大家都看到了，夺掉习近平的军权，是吧？夺掉他的人事权，把习近平一些习家军，什么马兴瑞啦等等，是吧？包括这个什么刘建超啊这些，或者抓了，或者是调了，他慢慢一步一步的来处理，他一定要是渐进式的。他就是为了要维护住这个稳定，确保在一个平稳的方式之下来实现这一次的权力的变更。如果给他平稳成功了，那往下会发生什么？还能往前看得见吗？共产党又进入长长久久的一个稳定状态？不太可能。为什么？因为习近平已经把中共所有能走的路都走绝了。下面来继任的人，很多人觉得说，大不了可能就是换个总书记，这个日子照样过吧。对啊 ，No。因为现在习近平他已经把整个中共的所有的危机，他都已经走到了最后一步，所有的危机他都把它给带起来了，对，都带起来了。现在基本上就是这么一种状态，就是所有的危机都集中在一个极短的时间之内集中爆发。所以上来接任的人，如果说他还想要说就是维护着这个中国这个体制，红色江山不变色，我们继续往前走 ，no， 那么这些雷每一个危机都是一个炸雷，一定会在他们的任上一定会完全炸开，他们会炸得连尸骨不存，会变成这样子。他们要想自保，我就说白了，甭管后继上的人是胡春华还是汪洋，甭管是谁，他只要还想活命，还想要自保，他就必须得彻底解决这个危机，彻底放弃这个体制，它才有可能做到。包括否定前朝，对，另辟新路，对，这个在我看来这是唯一的活路。要想沿着这个路继续的，就这么OK 太平无事的岁月静好的，我们继续就活下去过下去，永远不可能。我想这个问题哈，也是这帮中南海里这帮人天天在想的问题，对不对？对，我觉得他们其实拖了这么长时间。是吧？从去年7月份到现在已经1年多，他们其实可能日夜都在思考这个问题，或者甚至都在讨论这个问题。我们下一步究竟怎么办？我们究竟要怎么办？是吧？可能也有不同的分歧。我们还要不要保留这个体制，或者说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改革开放也做了哈，走到后来就是变成这个样子。然后呢，这个返回毛主义也做了，习近平走了一半，也是走了一塌糊涂。而且现在手里不是在经济不是个赢的盘。对不对？这个叫做房地产也熄火了，出口也熄火了，这个内需也这个内部消费也熄火了，三架火车全部熄火，3架马车全部熄火，往下怎么做？确实，谁去扛这个东西哈？最简单的一个方法就是他们全是错的，我重新来过。在理想的状态，我是希望他们能这样彻底的抛弃这个体制，但是我们就只能够说看了，因为很多事情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对，我跟你讲，你看过那个《书剑恩仇录》啊？你记得《书剑恩仇录》吗？我有点印象，我看过。在六合塔上，哈，这个陈家洛把他哥哥乾隆，那这是野史哈，把这个乾隆绑在那说，哥哥，我们一起造反啊，把大清江山抢回来，重新恢复汉室江山。
对，哇，给他说的热血沸腾，觉得有道理啊，有道理啊，这我就答应你了。把乾隆回到皇宫之后，回去想想不对劲儿，我他妈已经是皇帝了，你让我再造反再做个皇帝，我何必呢？就他下手去收拾陈家洛，对不对？我经常想共产党的这一套啊，他理智的去想，他会觉得说真的是没法玩了。今天世界上就剩一个共产党，剩个古巴，剩个朝鲜，对不对？对，这简直就是叫做什么来着？这不叫意识形态的弃儿。他理性上假如有所抱负，或者对国家民族有所承担的话，他应该把它放弃。可是回去想想看，就他妈我已经是皇帝了，我干嘛要去做这个事儿，对不对？将来会不会在这个汪洋也好，胡春华也好那边再来过一遍？他的同样的这个乾隆的思想再回来一遍？我觉得这种可能性非常小。为啥呢？乾隆那个时候他并没有。乾隆这个时候，整个国家其实相对来说相当稳定的，并没有这么严重的政治和经济的危机。OK， 胡春华和汪洋他们面临的可是灭顶之灾似的，是这种危机。为什么？你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你会看到习近平呢，我就说了，习近平他把现在整个中共的经济已经走到了绝处。习近平他为什么要搞重新集权呢？他就是因为他意识到说，当初那个改革开放，邓小平那个叫做跛脚鸭式的改革，已经走到尽头。再走下去，红色江山就要变色了，已经有太多的对他的中央政权构成威胁的，所以他才用借着反腐的名义打击那些各路的这些大佬，是吧？对他构成威胁的山头，用他的话叫做削这个山头圈子，是吗？包括甚至连民营企业家，连马云这样就是稍微势力比较大一点的，都是威胁，都是威胁，他都要砍下去。他是用这种方式来保党，他的目的就是为了保党的，才走到这一步的。但是也就是说，当初邓小平搞改革开放，搞这个跛脚鸭式的改革开放，他就是为了保党。因为毛泽东那个时候已经走到了崩溃的边缘，没有办法了，他必须要换一种方式，换一种活法来保党，给党延续生命。习近平其实是同样的动机，他会觉得说党的权力已经受到严重的威胁，再这么下去就彻底垮台，会被人篡党夺权的，是吧？你看那个周永康什么这些不就出来了吗？这些人。所以呢，他会觉得红色江山会变色的，所以呢不允许，他要重新走回去。但是重新走回去这条路，现在也都被他走到了绝路了。也就是说，你无论是改革开放的路，还是说习近平这种要回归毛泽东的这个路，两条路都尝试过了，都已经走到绝路。就习近平向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证明了走回毛的路，最后就走到什么天地去？同样是绝路，对啊，这个死胡同，对死胡同，他没路走了。对，反正不管怎么说吧，我在这说哈，这个我跟金远在这谈呢，我只是一个感慨哈，就是真的是，我觉得无论是胡春华也好，汪洋也好，张三李四王五赵六也好，要去接习近平的这个烂摊子，真的我觉得对国家民族有一份理性的承担，要有这个想法，不能卷在这个党的思维里头去做，最后全部毁掉，你就是一团烧掉，你什么都不是。对，所以我觉得真的，假如能够真的破局哈，做一个大破大立的一个英雄，一个时代英雄，我觉得正当此时也。对，是不是？所以我再补充一句吧，我就说你会发现现在，无论是天意，还是民心，都是指向同一个方向，就是共产党该亡了。这个连普通老百姓都看出来了，所以普通老百姓都在说，现在中国上下都在骂共产党，进入垃圾时间，是吧？叫做历史的垃圾时间。连美国的这个智库都在讨论后共产党时代的中国会是什么样了，谁都看出来了。在这种时候，你如果说你再去抱残守缺，是吧？你还要护着这个党，还要保持它，这种就是最傻的。习近平为什么走到今天这步？习近平大家知道上任的时候叫做一把好牌啊，他为什么走到今天落到今天这地步？就是因为想要保党。在我看来，这种举动叫做逆天意而行。你逆天意而行，你最后就是这么一个下场。好，希望我们这个节目哈，这个党内，我跟你讲，真的是国内很多人在看哈，包括这个什么红二代，我听说啊都在看，希望对你们有所帮助，好吧？我们换话题，还有没有时间换话题？再换一个话题。OK， 讲一下这个美国的事儿哈，美国跟英国的事儿。我觉得两件事情啊，一个是在白宫，对不对？对。白宫新唐人电视台一个华人记者叫陶明，川普说你在 DC 到底发生什么？他就讲他如何叫做什么来着？白天上班的时候被一个劫匪拦住啊，把那个手机、电脑、什么钱包都给我。他说我不给，拿枪就把他脸啪打了一下，对不对？那当时如果扣动扳机的话，当时就没了。这就是光天化日之下在美国首都发生的事情啊，这是一件事。另外一件事就是在英国
英国苏格兰北部的苏格兰一个叫做邓迪市啊，邓迪市2个小女孩，你刚才好像说是3个小女孩哈。对，你要不要说说看到底怎么回事？我今天没有跟呢，今天更多的这个情形出来，到底什么情况？我看到是最新的信息，就是关于这个小女孩，她为了自卫是吧？为了就是有非法移民想要侵犯她们，对，其实是在场的是3个小女孩。哦。这个拿着刀和斧头这小女孩就是她这个刀斧头哪来的？她就插在腰间吗？她一直随身带着的。哇哦 ，OK， 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天哪！为啥呢？就是说明当地的治安，就是发生这种非法移民侵犯这些女孩子的事，肯定是不是1次2次了，是很多次了，所以才会导致一个14岁的一个小女孩，是吧？她当时是和她的姐姐叫做 Ruby， 还有另外跟着她的姐姐的一个朋友叫做Maya。这个小女孩其实她真正本身名字叫做罗拉。哦，就是拿着武器，这个特别出名，被封为现在是苏格兰女王，对吧？她的这个人，她真正名字应该是叫做罗拉。他们3个人遭遇到了这个一个非法移民，28岁的一个非法移民的一个骚扰。然后呢，在这种情况之下，不但是骚扰，而且还有出了手，就是袭击了她的姐姐，就是那个 Ruby。那个 Ruby， 她姐姐是被打翻在地上，头上都被打出脑震荡，而且提出一个报，这是在送到医院以后出了这个报告的。哦，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她才掏出了这2件武器。她说：“我要保护我的 sister， 是吧？在保护我的妹妹。然后呢，她才就保护我的姐姐，才逼退了这个非法移民。当然，那个非法移民是她自己把这个视频拍出来。”因为他拍的，对，是因为拍的，他的意思就是你使用致命武器来威胁我，我要把你送进警察局去，把你送进监狱去。OK， 果然最后这个罗拉他是被抓了的。现在都还是保释这么一种状态，就是这么一个关系。就是非法移民他非常清楚，他知道这个英国的法律呢，你只要携带的拿着这种致命武器来威胁人，这是犯法的，那你要坐牢的。他是用这种方式来报复他。Amazing 哈。所以我觉得这里头就涉及到2个国家的问题哈，就是说美国的大都市现在都叫做 soft on crime， 对犯罪非常的软弱。那么现在整个的英国，不光英国、德国、法国全是这样。我今天刚跟一个德国的朋友在那聊天，他说德国10年以来变化对他来说简直是。就是真的是非复当年呐。所谓的当年就是8年前，因为8年前我在这个纽约见过他哈。我说8年前跟现在比怎么样？他说已经一塌糊涂了。原因就是来自于2015年哈，2015年德国梅克尔打开国门，对，让中东的难民进来。对，那当然了，他这个我说为什么要打开国门？就是大爱啊！我们德国在纳粹时代，我们做了很多坏事儿，我们心里非常的负疚。那么现在是我们这个叫做展示大爱的时候，所以打开国门，让这个中东的穆斯林非法移民全面对，同样的逻辑哈，同样的逻辑在英国也是一样的。它叫做什么来着？就是一个道德的一个道德带着道德优势的这个想法做的一个决定。就这些人都是穷人啊，都是这个弱势，所以我们要保护他，即使他犯罪也要给他层层的保护。所以英国现在驱逐人驱逐不出去，因为他有很多层的上诉。让你最后做不成这件事情。对，非法移民被抓呢，也有很多同情他的一些措施，让他可以这个叫做划掉。所以叫做非法移民一旦进入到英国的叫做官僚系统，他就消失了，这罪没人去追了。但这小女孩拿个刀马上就可以抓起来。所以呢，这些事情在美国也是同样发生哈。所以一直现在美国的很多地方政府啊，这个都被批评说，一天到晚就是保护犯罪人，而不保护公民。成为牺牲品的公民，这是我觉得西方一个，它其实是一个通用的现象，非常的有意思哈，非常的奇怪。我不知道你怎么看，你观察过这个问题吗？陶明呢，我是认识的。OK。他在讲述这个经历的时候，我都非常震惊。我都没想到哇，因为他们大家看她其实是一个挺文弱的一个小姑娘，对吧？我没想到哇，这么文弱的小姑娘居然有这种经历，而且我都有点后怕。我说她当初居然这么胆子敢这么大，她敢拒绝。因为一般的年轻女孩子吧，遭遇这种拿着枪指着你的脸，告诉你把我钱给我交出来，一般女孩子肯定的，我先给你钱 ，OK， 我保命是吧 ？OK， 你别伤害我，这就是这个会视为是比较明智的一种做法。但是他居然可以有勇气，我觉得他可能几乎是一种本能的，因为他可能也没想到，居然在光天化日之下，居然有这种犯罪的行为，我不能够向你这种犯罪行为这个低头，是吧？他可能几乎就是一种本能的反应，他就拒绝。我觉得他并没有经过什么很成熟的思考，他就是一种本能的反应。但是在那种还好，那个抢劫者呢，可能只是就是
发泄是吧？用那个枪打了他一下，然后呢就跑走了，没有真正说开枪来就把他给打死，或者再抢他的这个东西，可能属于这样一种原因。但是它说明一个问题，就是你想在华盛顿首都在 DC， 因为我是知道这个艾瑞斯就是逃命嘛，他在新唐人电视台上班，他在那儿工作，那可是在就是 DC 的最核心的地带。还不是在什么这个郊区啊，什么这种就是比较偏僻的地方，就是在最核心、最热闹、最就是反正就是这么最正规的，一般会视为是治安是相当好这么一个地方，他居然都遭遇到这种大白天遭到这种抢劫，你就可想整个 DC 那种治安状况会恶化到什么程度。所以呢，我觉得就是回到刚才你说这个问题，为什么会这样？我觉得这个明显就是跟司法系统的确是跟它的软弱，而且是选择性的软弱有关系。什么叫做选择性的软弱呢？这种选择性的软弱，就是因为司法系统受到了那个绝对的政治正确的它的压制。因为现在由于这种极左的意识形态，你看，无论欧洲，刚才你对了欧洲这种现象是吧？对非法移民这种，大家都觉得是已经不可思议的宽容和软弱。包括在美国这边，尤其是那个 BLM 这种运动，导致对这种就是一部分的这些非裔的这种就是刑事犯罪啦，这个行为等等，也是出现了是，让你觉得是瞠目结舌、不可理喻的一种特别的这种宽容。所以你看前两天不是川普政府才刚刚有说吗？那个什么叫做0元就可以保释，不交钱就可以保释这种制度，立即给我废止。就是因为这些种种的原因，那为什么会出来这些制度？包括这个洛杉矶为什么出来0元购，说你抢了多少是吧？900还是800块钱以下？950啊，950块钱以下就不算犯罪，就可以直接放，是吧？这是相当于变相的在纵容犯罪，它都是这些政策出台的背后非常荒谬的政策背后，都是因为有这种极左的意识形态所造成的。就像刚刚你提到那个，就是像欧洲是吧，深受这种非法移民的这种侵害，它背后其实也是同样是这个极左的政治意识形态，说不能搞歧视啊。对非法移民犯了罪了，一看他是非法移民，你要是把他给定了罪，他就那个法官也好，那个警察，甚至警察去抓人，他都有点担心，我要抓了这非法移民，我可能会要被这个主流媒体结果扣上一顶帽子，说我是歧视非法移民，我是歧视，我搞种族歧视。种族歧视，你知道，在这种极左的这种政治议程，在他这个背景之下，那可是天大的一顶帽子，一般人是扛不起的。它会造成非常大的麻烦。所以很多人就宁可算了，我就不抓了。那我就以此来表现我没有对你没有任何的歧视。可是这是在混淆概念，犯罪行为、犯罪，你作为警察、作为司法系统，你要惩治犯罪，要遏制犯罪，你应当是不管你是不会以任何种族和这个就是来作为区别，对吧？因为你是这个种族的人，我就对你，我就不抓你，不判你啊；对那个种族的，我就可以抓你，可以判你。你有这种区别呢，这本身就是歧视，这本身才是真正的歧视。那真正的司法这个公平应当是一视同仁，我不管你是哪个族裔，你只要违反了法律，我就要抓你，该判多少就判多少，这才是真正的司法公正。对，我觉得现在美国这个出现的2类事情啊，就在欧洲也是一样的，一个就是叫做犯罪软弱哈，就治安严重恶化，罪犯猖獗啊；第二个就是游民问题啊，到处税。这2个问题在我看来全都是人为造成的。全都是一夜之间可以解决。当我说一夜之间稍微夸张一点，也许1周之内。川普在 DC 就做成这件事情了。你知道 DC 里离开那个什么叫做国会里有好几个那个高速公路的那个交叉地方哈，高架桥下面呢就是游民聚集的地方。对，哇，睡成一团呐，人都不敢走过去，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儿哈？那地上都是针头。那我在旧金山来也是这个样子。对，很多人都是。就是说到这儿，我插一句，其实造成这种犯罪的这种泛滥啊，毒品的合法化也是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对，所有的游民问题哈，叫做犯罪问题，在全美70多个大城市，几乎没有一个城市可以解决。可是你知道，我知道我们的观众会知道哈，我在节目中说，我去当市长，一夜之间就解决，川普就解决了，对不对？很简单呐，全部抓起来不许再，就像你一个家里哈，你这小孩子能到客厅里拉屎拉尿睡在那吗？肯定痛揍一顿赶回去。对不对？所以呢，现在川普，我觉得川普向人们证明了，就是12天，他可以把 DC 的治安全部扫荡一遍。
这800个国民警卫队去捡垃圾，你看到没有？他真的捡垃圾，他去清幽冥、去扫地、去捡垃圾干这个事情，干完之后就把它全部清除了。现在离国会周边现在是干干净净的。其实你有记得吗？不光是说川普作为总统，他有能力做这事儿。纽森这么急走的一个州长，他都有做到过呀。习近平要来旧金山，他把旧金山那游民全都给清理得干干净净啊。对，所以我觉得这就是美国存在的一个 trap， 一个陷阱，一个问题。这个问题非常值得探讨，它是一个人造的一个危机。那么现在呢，你看他这个川普现在要派人去这个芝加哥哈，派兵去芝加哥。芝加哥说你来这个人造一个危机，我们芝加哥没有危机。我看的就是笑，我说本来芝加哥东西是你造出来的。是你市长造出来的，当然你不是你一个市长了，这一历届政府这种思路造出来的。我觉得我们现在探讨就是我们来探讨这个人造的东西，它的思路是怎么回事。我同意你刚才说的这些东西哈，你说的这套逻辑，我只是往下去看为什么会形成这套政治正确。我认为哈，所有这一切的政治正确建立在一个基础上，一个什么东西呢？就是说，当然一个是道德高度，做人要善良，要宽容，不能有种族主义。然后呢，这些黑人、有色人种、中东移民、穷人，甚至包括女人，全都是受压迫民族。这就是在美国共产主义在美国一种体现。在中国它是叫做什么？阶级斗争，资产阶级对这个工人阶级跟无产阶级，对不对？对，在美国你没那么多无产阶级，你很辛苦找不到。美国农民你也找不出来，农民队伍找出来只有2%到3%，最后就找出来就是黑人、有色人种、穷人、女人，这就是美国版的共产主义它的队伍，它的革命队伍。所以呢，我觉得从60年代到现在50年下来，一直在通过媒体、通过学校，那么通过好莱坞去洗脑，就是他们这些人是怎么说呢？受苦人，正确的，他们是值得同情的，他们就是正确的人。就像贫下中农，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贫下中农是绝对正确的，绝对正确的。不管你个人的品德是多么的糟糕，多么的流氓习气，你只要是贫下中农，你就是正确的。我们在中国当初熟悉的这一版本，现在在美国就在这边了，它不叫贫下中农，它叫黑啊、有色啊，它叫女人啊，它叫什么印第安人等等之类的。它只是换了改头换面，换了一种方式而已。对，所以就是根本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呢，他在占一个道德高度，他把善良、宽容、不要种族主义推到极端。任何碰了他那个东西，就像碰了这个阶级斗争、这个文革时候的他的那些个政治正确一样，一碰就大逆不道，就上来。当然不是说给你戴高帽把你批倒批臭，但是也差不多，性质是差不多的，虽然形式不一样。那他用媒体的围剿，通过把你从公司里开除出去，通过社交媒体对你进行攻击，就会造成大家觉得这些线是不能碰的，这些革命队伍是不能碰的，对，这些革命队伍是神圣的，可以到处叫做什么来横行霸道的。所以呢，我觉得这就是这个东西推到极端，就出现一个问题，在我看来哈，就是开始跟常识冲突。所以现在出现的事情就是跟常识，你知道这个芝加哥市长，我今天看芝加哥市长说，你跑到这边来，你是造成一个人为的危机。我们芝加哥没有问题，芝加哥过去一个周末死了6个人，死了27个人。大家知道那个俄罗斯啊，他就轰炸基辅，也就打死15个人，伤了48个人。芝加哥跟战区差不多的一个周末。对。所以呢，他现在他就会说，我这是没有问题的。你睁着眼睛说这个话，我这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呢，就是在各方面开始违反常识，跟常识冲突。所以美国的荒唐就来自于这个地方。它最初有它一个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它有它的政治的这个革命斗争的策略，它的革命群众，被压迫民族、被压迫的人民跟压迫人民的区别是啥？这个它全部定好之后，这些东西它是不真实的，它跟现实一碰的话，就会越来越离谱。但它又不能放弃。说到这儿，我给你补充一个数据，我看到的非常有意思啊。在我过去我印象之中，我其实对这个像墨西哥城，还有就是像这个哥伦比亚的那个波哥大，是吧？这些我是没有什么好印象，因为在我的概念中，可能大家就是过去看电影啊啥都知道，说墨西哥城啊，还有波哥大这些都是那种毒贩子、黑帮啊，这种肆虐横行的地方。那这个肯定成天隔三差五可能就在杀人，就在死人，就在枪战，是吧？就都是这种概念。但是我却看到一组真实的数据，就是 DC 的就是川普在清理之前。最高发的那个时期 ，DC 的它的谋杀率超过这个墨西哥城和波哥大是5倍还是倍？对，我看到多少倍？反正我都有点忘了那个具体数据，反正就是超过很多倍。
就是我都有点震惊了。我说原来 DC 远比那之前有一个什么这个说法，说什么像波哥大这些是属于叫世界上最危险的城市之一，对吧？就是因为这个毒贩子横行，这个谋杀率太高了。我没想到这个居然美国的首都远远超过它。超过它很多倍，是这样一种概念。居然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你说这个 DC 其实我觉得它的谋杀概率和那个芝加哥可能比这个 DC 还要高，对吧？还要高。这么危险的城市的，居然它的市长还可以堂而皇之告诉你说，我们的城市啊，很充满着爱和祥和啊，没有任何的问题。那 OK， 我就不知道你怎么去定义这个叫做有问题还是没问题。然后他今天说什么？他说你不要派国民警卫队来。会造成跟我们的居民之间的这个叫做紧张关系，会让我们社区很紧张。我就在节目中说，我们这里很多在美国的朋友，你看到国民警卫队，你会觉得紧张呢，还是觉得放心呢？安心呢？结果97%的人说安心。我要看到国民警卫队，看到警察，我太高兴了。说我家要是买在消防局或者警察局旁边，那是我走运呢，就是一定会更安全。这就是美国的叫做执法人员跟老百姓的关系哈，那真的是。这叫做什么鱼跟水的关系？对，真那么个情况哈，在中国可能都想象不到，在很多国家想象不到。看到警察，哇，警察是把我拦住，刀打一顿，敲诈我100，我怎么办？警察我唯恐避之不及。在美国看到警察，心里就安心，对不对？这是美国的现象。所以呢，像这个市长的，他讲的话就跟这些常识的不合嘛。这个其实你刚才提到他说这个话，我就想起当初那个 BLM 运动的时候，当时是在那个对黑名贵是在西雅图还是在哪儿？我当时有点忘了，也是类似的这种情形。整个那个黑名贵的运动已经把那个街道都打砸放火啊，烧的已经搞得不像样了。然后那个市长依然出来说，我们这儿充满着爱和宽容，我们这没有任何问题。你就会觉得说这些人他怎么会连个基本的常识都不知道呢？你没看到那条街都给砸得稀烂了你还说这是充满着爱和和平的吗？是吧？就说这个意思，就是他们用这种语言的这种伪善，一旦他把这种就是我们原本属于道德范畴的这种宽容，是吧？就是这种就是善良，他把它变异了，把它的内涵给篡改了，就变异以后呢，就实质上就变成了对这种暴力行为、犯罪行为的一种纵容，甚至是鼓励，是。所以呢，你看啊，咱们俩前一节我们讲的是习近平跟胡春华，对不对？我们现在讲这个 DC 的陶明记者跟这个叫做这个英国的女孩，其实讲的是一回事儿。前面讲的是暴力共产主义在中国的一种生态跟生存或者活不下去的这么个状态。我们后面讲的是渐进性的共产主义在西方世界的一种展现。对，文化马克思。对，你看，我觉得静远，为什么我们可以这么谈哈？为什么我们看得清楚？因为我们在中国生活过之后，它共产主义基因是一样的，我们鼻子一闻就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对，但你知道美国人都是闻不出来的，因为他没有经历过。对他，我不知道我要跟他讲多少遍，他最后也许还是很茫然说 OK 这种感觉。我觉得这就是区别。你走过共产主义的人，另外一个版本的共产主义，他今天不管叫做 BLM 还是什么 Antifa 还是叫什么东西哈，你一闻就知道。因为它的基因手法是一样的，只是一个从这个叫做农民造反哈，现在变成叫做什么来着？这个黑人或者被有色人种哈，被歧视的人，以及说这个变性人被歧视等等之类的这个角度，但是我们真的能够看得清楚。所以我现在想提的问题就是说，我相信我们很多观众都能看得清楚。我们这么说都会点头，对不对？因为 been there， 很多人都经历过嘛，都是过来人。对，现在就是问题是我们有一个责任。我们怎么把我们明白的东西把它说清楚，说给西方人听？这是我们，因为我们很多人在生活在西方哈，这是我们可为的地方，可以做的地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尤其是我觉得有能力能够进入到美国人的他们这个圈子里面去的，就是英文比较好的这些，我觉得华人朋友们其实是特别需要这样做的。因为刚才你提到这个问题，其实我是深有同感。为啥呢？因为我去台湾，我发现也是这样子的。大家知道台湾那可是当初国民政府败退到台湾去，是吧？这个蒋公当年父子俩大力的反共。也就是说，还是有相当的对共产主义的危害有过多少年的教育和认识，有这个社会基础的。结果到台湾去，我都发现现在新一代的成长起来这些台湾的朋友，很多人同样的，他对共产主义完全没概念，他不知道这共产主义是个啥，他甚至觉得
共产主义还挺好啊。我给你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我当时在台湾，在台北，我就是坐打那个出租车，跟那个出租车这个司机，我在车上坐着，我就跟他聊天吧。我就跟他聊的这个问题，说聊到关于这个两岸啊，这个对立啊，是不是要打仗了，或者是要不要统一啊，是吧？我就去聊这个话题。结果你猜他说的一句什么？我觉得那个共产党过来统治了我们也没啥坏处啊。你看共产党现在把大陆不搞得也挺好嘛，是吧？那个生活好像也不比我们台湾要差多少。我一听当时我第一念头就是这个，我就觉得哇，而且这个司机啊，还是个年纪不小，还不是年轻人，至少是一个大概40-50岁的这样的一个人。我觉得这个上点年纪人，他应当说是在这个之前是吧，在两蒋时代可能应当还是上过一些课的人，是吧？知道这个有过这个经历过一些反共的宣传人，他居然对共产党都是这种认识，他都完全不知道真正的共产党要是统治你，那个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是一种什么样的概念。你就可想在美国这边这么多年，美国人从来没有经历过那个共产主义这种，尤其是暴力的这种共产主义的。他的这种统治，他们更是没概念的。所以你刚才提到说这些就是玩身份政治，对吧？在中国，在当初的苏联，共产主义呢，他玩这个身份政治呢，是直接叫做无产阶级对这个，就是用贫富来划分。对，有钱的就是有罪的，是没钱的就是先天正确的，就是先天政治正确的，先天正义的。你只要是贫下中农，只要是穷人，什么都是对的，你就什么都是对的。就是他是这么一种概念。然后他把这个身份政治玩到美国来，他只不过就是把这个换了一种方式，就变成说，比如说你只要是有色人种，你就什么都是对的，是吧？那个白人就是什么都是错的，因为白人只要表达任何的，他敢说任何的不满和任何的那个，你马上就给他扣顶帽子，你这是种族歧视，你就是种族压迫。白人至上啊，或者是把它再移栽到就是像女性的身上，你看这叫做女权，为了争取这个女权，你看就变成什么呢？男性，所有的男性，不管你说啥，你都是错的，你就是在压迫女性，你就是在欺负女性等等，就说这个意思。他其实玩这种身份政治，他只不过就是换了一种一个名词，换了一种群体吧，人群。过去他是用有钱没钱、贫富来划分人群，搞这个对立，让你们斗起来。到了美国这边，他就是以肤色来划分人群，让你们斗，或者是以性别来划分人群，让你们斗，或者是用这种就是叫做性取向，对吧？什么 LGBTQ 啊，这些一堆的，和你这种有正常的这种性取向这些人，也是给你就划成两边，你们来斗吧。你看你们就是。所以共产主义真的是一种人类的一种劫难，一个毒瘤，对人类的一种癌症。它呢失败之后这癌细胞在那全部死掉，全部死光，从另外地方蹦出来的时候，它只要换一张脸，换一个名字，对，它不叫共产主义，因为共产主义臭掉了嘛。对，那前面癌症已经肆虐之后，它叫做进步主义啊，叫做 BLM， 叫黑名贵，叫做安提法，叫做 progressive 啊，叫做什么叫 DEI， 对，大家就不认得了，重新要认得一遍。但是我觉得呢，能够认得的，就像我们这样的已经得过病的，像得过病，就像身上有那个疫苗一样的对，就是已经接种过疫苗，哇，一弄你就知道，就是所以我这真是说这些事情就是我们得做些事情，就是刚才我以前在节目中说过嘛，这个里根的苏联首席顾问 Besovsky 在华盛顿 DC 他有个智库。他就跟我说的话，我真的记得很清楚。他说，当初我们美国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共产主义，也不知道什么叫苏联，也不知道什么叫古拉格，就是苏联跟东欧跑出来的知识分子著书立说，上电台上电视，他们才知道告诉我们美国人共产主义是什么，否则我们也不知道。就因为这个冷战才打得下去，冷战才能取胜，苏联才能解体。他说，你们中国人，他说你们中国大陆出来的中国人，你们现在得做一模一样的事情。现在的美国人是不知道的，而且现在的中共跟美国这叫做互相渗透，但是苏联时代是没有这么可怕的，比那个更可怕。哇，完全是这简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如果说比如说刚才说，包括说美国渐进共产主义这一套思路，我觉得是相当复杂的。如果我们不把它讲清楚的话，真的那就真的一个人呢，就是一个国家只能大病一场，最后病得泱泱，就最后活回来，捡一条命才能够学到我们今天已经知道的东西。得要付出非常惨重的代价，对，他才能够意识到，甚至付出了很惨重代价，他可能都不一定能意识到。我们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像那个柬埔寨，柬埔寨当时被共产主义被那个波尔布特红色高棉杀掉多少人？200万，搞死了多少人？800万人口，杀掉200万。
对，就是差不多1/4。对，但是到现在，柬埔寨依然还是去亲中共，他还是觉得那共产主义好。是，你一个国家遭受这么惨重的一场浩劫，他居然都还不能够吸取教训，你就这个东西毒性有多强，就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好吧，我们一直谈可以一直谈下去哈，我们今天就差不多就到这儿吧。我们讲了2个完全不同的话题，那背后我觉得是一回事，背后就是一个逻辑，一个逻辑哈。不知道观众朋友你觉得怎么想哈？同不同意我们的看法哈？都可以表达您的看法，好不好？下面就留个言哈。不管我们这个靖远兄讲到中共现在的状况和下一步可能的演化哈，都可以表达您的观点，同意或者不同意都可以哈。还有就是关于美国这边的哈，这个西方的叫做 soft on crime， 西方社会这些奇奇怪怪的反常识的非常奇怪的一些现象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同不同意我们的我们的分析也可以留言，好吧？就这样喽，好不好？好，我们这样好，远方对话，下次再见。好不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 OK 远方对话，好吧，下次再见。好，走之前那个订阅一下哈，这个方伟时间的朋友订阅一下这个靖远开讲啊，靖远开讲朋友订阅一下方伟哈，我们这个互相交换一下，大家的眼界可以更加宽啊。另外走之前呢，要喜欢我们节目的话，记得点个赞，好不好？我就分享给更多的朋友。好了，那这样喽，好，下次再见，再见，拜拜。